这个心率传感器大概率就会出现在 AirPods Pro 3上。我现在手里拿的呢是 Beats 刚刚发布的全新的 Powerbeats Pro 2，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次外包装呢依然是采用一个环保的纸质小外盒啊，然后我们打开这个就是耳机的本体，我们再打开下方呢还有4套适配不同耳型的耳塞，也就是说再加上耳机里边本身带的一个 M 尺寸的耳塞，这一次的 Powerbeats Pro 2一共有5个不同尺寸的耳塞。我先给大家看一下这次小耳机的一个造型，它依然呢是一个主打运动场景，因此它有一个耳挂这个位置啊，这是这一次应该是最吸引我的一个点，就是它是拥有心率传感器的。这个心率传感器大概率就会出现在 AirPods Pro 3上。这款耳机盒的体积其实是不小的，我给大家对比一下，这个是 AirPods Pro 2，而这个是 AirPods 4。所以如果说便携性上的话，那么 Powerbeats Pro 2它的这个耳机盒啊，并不是一个非常便携的，但是也需要说明啊，就这个系列呢本身它也不是主打一个便携，而且它的这个耳机盒相比于上一代耳机盒要缩减了 33%， 充满一次电可以使用10个小时，配合充电盒使用可以使用45个小时。如果开启主动降噪，那么它的续航时间可以达到8小时。AirPods Pro 2单个耳机满电续航时间开启主动降噪是6个小时，而 AirPods 4一次充电是4个小时。另外不要看这个耳机盒这么大个啊，它也是支持无线充电的，看到了吗？我给大家对比一下 AirPods Pro 2，还是有一点点差别的。我们从这个角度大家看一下，然后挂住把耳塞这边塞入耳朵，佩戴之后的效果是这个样子，能看到吗？我跟大家说一下佩戴的一个舒适性啊，其实 Powerbeats Pro 2它最主打的是一个运动时候的稳固性。如果是一些比较激烈的运动，比如说打球， AirPods Pro 2可能稳固性就没有那么强了，而 Powerbeats Pro 2它因为这里有一个耳挂，所以说佩戴时候它的稳定性非常高。而且这一次呢 Beats 它是重新设计了这个耳挂，它优化了佩戴眼镜人群，就是像我这种佩戴眼镜人群，就是它不会和眼镜腿有一个接触，所以说整体上来说是比较舒适的。另外还说这个耳挂去适配了长发人群，但是大家可以看到我这几根毛没有办法给掩饰这个长发人群了。如果把这款耳机和 AirPods Pro 2的舒适度来做一个对比的话，我惊人的发现啊，同样是主动降噪的入耳式耳机，这款的舒适性是要比 AirPods Pro 2更好的。我推测可能是因为它不需要这个耳机去起到固定的这样一个作用，所以不用把耳朵撑得那么开，因为它有这个耳挂嘛。我之前跟大家说过啊，我如果佩戴 AirPods Pro 2，大概2个小时是我个人承受的一个，比如说极限，2个小时之后耳朵就会痛，然后就需要摘下耳机来放松精神。但是我在佩戴 Powerbeats Pro 2的时候，我大概可以坚持2个小时45分钟左右，我的耳朵才会出现明显的疼痛，然后当然也需要摘下来放松一下。这个耳机呢有2个位置有实体机械按键，第一个位置呢是在这里，能看到吗？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这里，大家一看就能看出来，这是一个音量加减按键。单击这个按钮，再按一下就是暂停。如果我们按2下，就是下一首。当你长按的时候，就是从通透切换到降噪。然后如果我按这个位置，看到了吗？就是音量加，按下方这个就是音量减。另外这一次 Powerbeats Pro 2搭载的是 H2 芯片，这也是苹果目前最强的一个耳机芯片，它是支持空间音频以及头部追踪的，同时这一次呢，它也是支持通透模式和降噪模式。我先说主动降噪，Powerbeats Pro 2，我认为它的主动降噪已经很接近 AirPods Pro 2了。通透模式啊，这应该是苹果的看家本领。从 AirPods Pro 推出之后，应该是打遍天下无敌手。我目前还没有体验过任何一款耳机可以达到 AirPods Pro 那样的通透，完全通透的一个模式。Powerbeats Pro 2，我自己的一个听感还是要差一些啊，这应该是目前 Beats 所有耳机中通透模式最强的了。但是如果你所处在安静的环境下，你去听的话，还是能够感觉到这个世界的声音和你自己说话的声音中间会有一点点这种噪音。这个噪音可能你放在运动场景中是可以忽略不计的，但如果是在安静的场景中，比如说图书馆，比如说你自己的卧室，还是能够听到有一点点噪音的。最后再说一下音质，我自己听这款，我觉得音质上和 AirPods Pro 2已经几乎相同了，人声呢会略微的差一点点，但是尤其是在运动场景中去听这个声音表现，应该是和 AirPods Pro 2几乎相同了。它们俩价格其实也差不多，对不对？来到今天的重头戏啊，来说一下这个心率监测
到底表现如何？首先，几乎可以确定，就是 AirPods Pro 3上一定会搭载这个心率传感器。第二，就是 AirPods Pro 3的发布时间，从 AirPods 2代到 AirPods 3代中间间隔了951天，而从 AirPods 3代到现在的 AirPods 4中间间隔了1050天。至于 AirPods Pro 从1代发布到2代发布中间间隔了1013天，对不对？所以1000天大概率就是一个 AirPods 更新产品的时间节点。AirPods Pro 2是2022年9月8日发布的，我们假定把 AirPods Pro 3它的发布时间预定在今年的9月10日，那么距离 AirPods Pro 2它的发布时间中间间隔了1098天。是不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时间节点？所以提前半年时间在Powerbeats Pro 上先试出这个心率传感器，去跑顺这个流程，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推测。那么我们来聊一聊这个心率传感器它到底怎么用啊，以及它和手腕上的 Apple Watch 心率传感器相比有哪些不一样的体验点。最大的差别就是皮肤的厚度，就是你的耳朵它的这个位置皮肤会比较薄，而手腕它的皮肤相对来说就会比较厚。如果对于偏瘦的用户群体，这两者其实差异几乎不大。但是如果本身是偏胖的用户，对不对？耳机去测量心率就会带来一个更精准的结果。同时我们考虑到有一些用户他的那个表带本身就比较宽松款，对不对？比较摇摇晃晃，那你日常测心率的时候可能就没有那么精准。第三点就是有一些运动场景啊，戴手表不是那么合适。比如说打篮球，好像据我了解，打篮球是不允许手腕上戴饰品或者戴手表这类的，容易误伤到队友或者对手。滑雪，对不对？你一个滑雪服本身要比较厚，那你要手表在外边就没有办法测量。这些场景中，耳机可能会是一个更好的体验方式。那么第二个问题来了 ，Beats Power Pro 2它是如何来测量心率的呢？目前啊，我使用以 iPhone 为例，它是可以把心率来记录到健康应用中，就原生那个健康应用中。然后，如果你的第三方的一些测量或者运动 App， 比如说 Keep， 比如说还有时候滑雪的叫 Slope 啊，这些应用，它如果能读取你健康这样里的心率数据，就可以在这些第三方应用当中去完成你的心率实时统计。如果你使用的健身器材刚好是可以通过和耳机进行互联，那么理论上你连手机都不用带了，对不对？手机、手表都不需要带，你只需要带着一个耳机就可以实现你对于运动数据的记录。我现在决定先把 Apple Watch 摘掉，然后只带着这个耳机来测试一下。Apple Watch 给它摘掉啊，然后现在我就带着 Powerbeats Pro， 然后来给大家开启一下运动。好了，我现在打开这个自由行走啊，我们来测试一下。核心就是看这个实时心率啊。哦，还真的有。现在我没有带手表，给大家看一下。现在我没有带手表，这是我现在的状态，能看到吗？带着这个Powerbeats Pro 2。好，然后我们现在看一下，显示蓝牙的这个就是通过耳机来测试的心率，显示手表这个就是通过 Apple Watch 来测试的心率。它是每1分钟来连续测试多次，12次左右吧，也就是每5秒钟左右测试一次。对于一些没有手表的用户，他如果想运动，那么他就不需要再单独买一块 Apple Watch 了，他只需要买一个具有测量心率功能的耳机。那么第三个问题来了，就是如果我同时佩戴着 Apple Watch， 同时又佩戴着支持心率测量的 Powerbeats Pro 2或者 AirPods Pro 3，那他们两个的数据以哪个为优先呢？这个部分我给大家测量了一下，带上我的 Apple Watch， 同时带上这个 Beats 耳机，那他们两个在运动的时候会以哪个的心率测试为准？户外步行，然后准备开走，这两个谁是优先调用？我现在呢就是戴着耳机，同时使用 Apple Watch 两个来测量。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显示所有数据。哦，能看出来吗？刚才我测试的过程中，我带着手表，就是以手表为优先了。能看出这个操作逻辑吧？那么第四个问题来了，就是手表测量心率和耳机测量心率，它们两个差别到底有多少呢？对不对？刚才我们说耳机好像测量的更精准。好了，我现在佩戴着 Powerbeats Pro 2，然后和这个手机进行相连，同时呢带着 Apple Watch。我这个 Apple Watch 的手机我故意留在家里了，所以说一会儿我们看到的 Apple Watch 上的心跳数据，它只显示在这个手表上。这款手机中的心跳数据只来自于耳机。我们同时走一段路来测试一下两款心跳数据的对比。现在呢
手表上的数据呢，现在手表上增长到100了，然后，哎，耳机上是102、108，感觉耳机的这个更新速度，哎，差不多，感觉耳机的更新速度好像比手表的更快一点，110。他们两个在心率方面的变化，好，就先到这里。然后我们看一下下降的速度，137，这边也是137，哦，这两个现在保持同步。两者心跳差别最大的就相差1，所以也就是说，对于一些没有手表的用户，他如果想运动，那么他就不需要再单独买一块 Apple Watch 了。当然了，手表也有它自己适合它上用，比如说一些结合手臂摇动的算法的这样一些运动，比如说划船，那这个时候手表就会明显要比耳机更方便。其实体验这个耳机，我最想了解的就是新增加的这个心率传感器，我会等待着 AirPods Pro 3发布之后，再给大家带来一些更详细的评测。这款耳机它就是主打运动，同时兼容 iOS 以及安卓用户。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我是钟文泽，我们下个视频再见。